们晚上好，我是白露。今天我们讲成交量分布图，这也是我交易系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那我们先看它长什么样吧。我用的是 TradingView， 在第5行有一个固定范围成交量分布图就是这个。我们点选它，然后在图上有2个点来标出一个范围，然后我们就会看到红、黄、绿3根线那我们首先看一下设置吧，因为如果你不设置呢，看起来是跟我不一样的。首先我们把行数改到188，这是我喜欢用的，数值区成交量改成68。然后在样式里呢，我们需要点开这个 VH 以及 VL， 然后我个人是会给 VH 配上一个红色VL 绿色 POC 黄色。原因是这样的话，在图上我们就可以像一个红绿灯一样，就比较好记忆嘛。当然你也可以选自己喜欢的颜色了。那我选用的图表呢，依然是这个 BTC/USD/P， 也就是比特币的一个币本位的图表。我们还是说一下，千万不要碰虚拟币，虚拟币害人害己，一夜暴富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会用这个来讲解，因为这是个很好的例子。好，那就让我们开始吧。那我们先说这3条线代表什么，就是其实这涉及到一个正态分布在这3条线以内呢，是聚集了70%的一个成交量。那 VAH 中文就是价值区上沿黄线 POC 就是成交量最集中的地方，绿线呢叫 VL 价值区下沿，也就是说，如果说当价格运行在这个 VL 下方的时候，那其实是一个超卖的一个状态，对吧？当价格在 VH 上方的时候呢，那它就进入一个超买的状态，这是比较传统的一个理解。但我个人是喜欢把这3条线当做一个，就是当多做了3条一个阻力支撑线来用，对吧？它们在任何位置都可以潜在的作为阻力或者支撑比方说当价格运行到这个 VL 的时候，那它就可能获得一个支撑，对吧？但是当价格从这里反弹到这个黄线 POC 的时候那它又可以做一个阻力存在可以说在一个孤零零的图表上呢，是给了我们更多的一个参考。如果你不用这个的话，那对你来说，在这个图表上，我们传统的支撑压力在哪里呢？这边有一个阻力，对不对？那我们能看到，这边呢还有一个支撑，对不对？我们也只能看到这些东西了。但对于当中这根 POC，你是看不见的，对不对？那这就是这个指标的一个优势那当然，新手小伙伴一定会很困惑，就是到底怎么画这个范围这个也确实是重中之重那我们来好好讲解一下吧。那首先我们要确定一个震荡区间比方说这是比特币从今年2月份以来的一个区间，对吧？我们再放大看，价格是从这个8万9万多掉到了这个6万到8万的区间，对不对？这样看是非常直观的，下方在6万，上方在8万，在这里震荡。那它在进入这个区间之后，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区间里画一个成交量分布图那我们再讲一下，就是最开始这根到底放在哪一根 K 线上那我们再放大一点，可以看到这一根 K 线是把价格从这个81800掉到了75600，那这一根就是入场这根 K 线之后的我们就可以用了。那我把它放大一些，然后标准一点就从第2根 K 线开始一路标到现在，那确实是一个完美的一个震荡区间，对不对？那我们也可以看到价格呢，虽然说是有几次是小幅的跌穿了这个 VL， 但是总体还是获得了不少支撑的可以看到其实是很多次的测试还是挺准的，对吧？但是呢，现在出现了一个什么情况价格是脱离了这个可以说是7万多的区间，对吧？离开了这个 VH 有一定距离，没有要回头的意思。那我们就可以给这个小范围的一个新的区间也去标上一个成交量分布图，这样可以帮助我们判断这一块到底怎么去判断它，对不对？那这里范围会怎么选呢？那我们看价格在这里突破了75000，然后在回踩之后一路上升所以我就会放在这一根突破 K 线之后我会放在这里。那我们把这里标起来看一下它准不准。没有拉好。
然后我们把它拉到底，我们说一下，其实每一天都会有新的 K 线嘛，所以每一天都记得把你的成交量分布图往后面拉一点啊，拉到最新的。好，那在这个范围里，我们就会发现，昨天吧有一个非常经典的例子，对吧？价格从75000这里反弹到这个黄线的 POC 77700的位置，直接一个狂暴下跌，然后在 VL 得到支撑。这个就是你如果不用这个指标，你是完全看不见这里居然有一个阻力在啊，这就是这个指标的神奇之处啊。好，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指标呢，也有其他的用法，它不光能用在现在，它也能用在之前的图表。比方说我们再次缩放回这个范围啊，那我们看到上方这个震荡区间呢，价格其实来自于10万以上，对不对？在这里啊，11月份的时候价格从10万跌下10万，再也没有回去过。那这里就是一个新的区间，对不对？那我们就可以连上一个，在这里画上一个成交量分布图啊，然后我们先把它画上，我们再讲有什么用啊。那我们大概画上之后，我们再看画的准不准啊。我们看一下，拉到这一根吧，这一根之后就是彻底跌下10万啊，进入凡间了，是不是？那这一边呢，我会把它放在就是最后这一根去捅到了8万的这里啊。那这3根线现在又能告诉我们什么呢？那它们最大的作用啊，就是如果说现在价格从76000继续往上发展的话，那你非常难判断，阻力在哪里，对不对？那这一根绿线 VL 位于这个86000啊，让我把它标出来。那它这根线就是一个潜在的重大的一个阻力位，因为它是之前震荡区间的价值区下沿，我们可以理解成它的阻力非常强。那这就是我们如果你想要去找一个机会做一个反转的开单的话，那这就是我们的组成部分之一啦。好，那除此以外啊，哪怕是1-2年前的数据，我们依然可以给它画上这个成交量分布图啊。我们怎么理解呢？我们回到这里去看啊，这里是24年的3月份到10月份的一个震荡区间，对不对？从73000到49000啊，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吧。然后在这之后呢，就是从7万飞升到10万了。那让我把这个区域给画出来，我们看一下这个指标又能告诉我们什么信息呢？好，我们还是一样，我们还是把它画的准确一点啊。我还是有一点强迫症的，我会画到这一根啊。然后，那看到现在，你应该可以理解这个区域怎么界定嘛。好，那我现在画出来了，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什么神奇之处啊。这是我们发现啊，这个区间里面的这个 VAL 啊，它居然作为一个支撑的存在。因为在今年的这一波下跌里啊，价格从8万一路跌到59900的时候，它就是在这里，大概就在这里被止住了，所以这里作为一个神奇的支撑的存在。那我们也可以理解成当价格从9万下跌下来的时候，我们那时候还看不见这里嘛，我们不知道，对不对？但如果我们这时候去分析之前的一个成交量分布啊，我们就有3根潜在的支撑线可以用，而最后一根支撑线则非常神奇啊，在2年之后啊，它作为一个支撑存在。那你在这里去做多，那你就是赚翻了。那这就是成交量分布图的一个神奇之处，它既可以用于一个以年为单位的图表上，也可以用于一个以1个小时为单位的图表上，我们都可以去运用它，对不对？当然我们也要看出来，就是这个指标它也不是一直都有用的。比方说我们在目前这个大饼6万多这个区间内啊，可以说这根黄线的 POC 是几乎没有发挥什么作用，对吧？那我们再往前看一些，就像我们刚刚画的这个神奇的 VL 啊，那这里啊，我们可以说这根黄线和这根红线 VH 和 POC 就没有什么作用，对不对？那每个指标都是这样，它不是100%有用的，它都是有一定概率的。就像我们上次说的锚定 VWAP， 它也不是每一次价格到这都能反转，对不对？但是它是一个重要的参考啊，希望大家抱着这样的理解去使用它。那接下来呢，我会讲2个实际例子啊，怎么把它结合到我们的交易系统里。那我们就用以小坊来看吧，这个以小坊是最近不太争气啊，但是我们还是和比特币一样，先把这个区间画出来，对不对？我们先大概的描一下，然后进入放大一点，看画的准不准啊？强迫症还在追我啊？那我们现在画出来了，对不对？那我们
这个就可以作为我们一个寻找一个开单点的一个基石啊，是吧？我们现在知道了，这里是 POC， 这边是 VH， 价格似乎在 VH 可以获得一些支撑。如果 VH 失守的话，那 POC 就可以作为一个新的支撑。那我这时候再把这个趋势线给连起来啊。好，我们把这根趋势线连起来，而且稍微延长一点。可以发现它其实跟这个黄线的 POC 有一个共振，对不对？然后我们再把上节课教过的这个 VWAP 也加上去啊，我们把它锚在这个低点啊，然后会发现，这个 VWAP 它也是在这一块儿，对吧？那我们再看斐波那契能不能给我们找到一些应用吧。好，这个点说实话我觉得不太合适，这里吧。好，斐波那契是有点距离啊，那看来斐波那契不太能帮到我们。我们再打开这个 NPOC 的指标啊，好，我们发现这里聚集了居然有3根 NPOC 啊，有1根日 POC， 还有2根日和周的 NPOC。好，在这里我们先扯远一点，就是小伙伴可能想问这个 POC 跟 NPOC 的区别是什么？这是有区别的。NPOC 呢是一个裸 POC， 就是价格还没有回测过的 POC， 叫 NPOC Naked Point of Control 嘛。那这个 D 或者下面有的 W 就是日和周的裸 POC 啊，这个跟黄线的这个成交量范围的 POC 是有区别的之后我会做一个视频专门来讲解这个日裸 POC 啊，这是非常有用的指标。但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成交量分布图的 POC 以及日裸 POC 以及趋势线加上 VWAP 全部都在这一个区域里面产生了一个强大的共振，那这对我来说这里就是一个潜在的开多的位置。当一个下跌趋势形成之后，我会认为这里有非常非常大的概率发生一个反转，那这就是成交量分布图在我交易系统中的一个应用。那第二个例子呢，我们选用 Hype 会稍微复杂一点，因为它似乎不是很方便找到一个成交量分布图在哪里，对吧？那让我试着来找一下，那我会觉得它这里45嘛，那我就从45开始拉嘛。我们再放大看一下拉的准不准啊？还可以吧，我觉得45。我们拉一个非常大范围了，这个是从25年10月份到现在接近半年的一个范围，非常非常大啊。好，然后我们再拉一个小范围的，因为价格在突破这个36之后啊，进入了一个新的区间，虽然它有跌回来过，但依然它离 VH 非常远。然后我把这个区间也画出来，这是一个小区间，我们同时运用大区间以及小区间去寻找一个共振。这时我们发现啊，大区间的 VH 37和小区间的 VL 37.2居然贴得很近啊，那说明这里是非常强大的一个支撑，对不对？因为价格现在上方啊。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还有没有其他的指标可以加入共振啊。我们看一下这个 VWAP， 我们连一个25的 VWAP， 锚定的 VWAP 啊，这是上一节课的视频啊，然后知识点。然后我们这个 VWAP 非常厉害，对吧？上一次价格在34碰到它的时候发生了反弹，所以说它目前又接近这里。我认为光这2点啊，这已经是非常强有力的一个信号了。我们再试着去拉一个斐波那契看一下，这个斐波那契啊，好像怎么拉都有点距离啊，甚至离现在比较近啊。那只能说斐波那契再一次的帮不到我们。但是啊，光是这2点，我觉得已经可以作为一个比较强大的共振了，因为这边是大小范围的一个成交量分布图的共振，加上一个之前有印证过的 VWAP， 所以我觉得 Hype 37这里可以看到我已经有个闹钟放在这儿，这里也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潜在的反转的位置。当价格下跌到这的时候，我愿意用我的仓位去验证这里有可能发生反转。那这就是一个用法。那我们再说的再详细一点，就是怎么设定止盈，其实也可以用成交量分布图，对吧？我会把我的止盈啊就放在这个 POC 这里，小范围的，因为我知道当价格啊如果在这里发生了一个反弹，对吧？反弹到 POC 的位置的时候，那它极有可能作为一个阻力存在，就像大饼昨天到 POC 以后一泻千里，对不对？所以我的止盈位置啊就会放在这里，这又是成交量分布图的一个运用啊。可以看到这个指标真的是非常有用，非常非常核心啊。所以说我建议你分析任何币种，
都先去把成交量分布图给画出来。当然切记你的图表一定要选对啊，对吧？对于小山寨币呢，可以用 USDT 来看，大的币种啊，一定要用币本位的合约来看啊，家人们。那这就是我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成交量分布图了。我们总结一下，这是一个以成交量为基准啊，为我们增加了很多一个支撑和阻力的一个非常神奇、非常厉害的指标，对吧？那关于为什么在币圈我们依然可以用成交量，哪怕我们知道成交量不准呢？你可以看我上一期的锚定 VWAP 视频，我已经解释过了啊。那希望这个可以帮到大家，我也建议大家多多去运用啊。我一开始我也不会画这些范围的，我也是一直自己去琢磨、自己去画啊，不断的练习，我们才能掌握。如果你一开始画不来这个范围，没有关系啊，你多来看我的分析嘛，也可以多看一点别人是怎么画的，你慢慢就学会了。好的，家人们，那我们下期视频见吧。下一期我想一想，我们是讲这个裸 POC 还是讲斐波那契？让我思考一下，你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那我们下期视频见，拜拜。